我正准备跳楼，就被拉入了恐怖游戏。半个头的斧头鬼追我，我诚恳请求：你的斧头真好看，可以借给我割腕吗？长发鬼从画框里爬出来，我面露钦佩：你的发质真坚韧，可以送给我上吊吗？人皮女在我面前剥下皮囊，我直接鼓掌：你剥皮技术真好，可以把我也剥了吗？众鬼面面相觑，纷纷找大 boss 诉苦，他是一点不怕死啊，要不咱们先把他治愈了再杀。后来大 boss 无数只触手紧拥着我，小心翼翼，这样的拥抱可以温暖你吗？别死好不好？我刚站上30层楼顶，就接到经纪人邵音的电话：方黎，我警告你，今晚出席的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佬，你要敢不来，就等着赔巨额违约金吧。这套说辞我已经听过不止一次，若我去了，便会沦为大佬们的玩物。你要刑具，随意些玩。我早已厌倦了这样活着。见我沉默，邵音再次威胁：方黎，你想清楚，你那些照片还在公司手上，你也不想这些照片流出去吧？我都要死了，还在意什么照片呢？从前我还有唱歌梦想，害怕照片流出毁了星途，但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就这样吧。我看着30层下的好风景，张开双臂一跃而下，并没有预料中的失重感。我似乎只是趔趄了一下，就听见了冰凉幽深的机械音。欢迎来到恐怖游戏副本森林鬼宅，玩家在该副本存活7天即为通关，现存玩家8人，难度等级 S 级。祝各位玩家死得愉快。我不由睁开眼，眼前不再是霓虹闪烁的城市夜景，布满迷雾的森林中，一座阴森的中式大宅渐渐浮现。宅院门口挂了一排红灯笼，如盏盏鬼火，透着神秘与诡异。与此同时，身后传来了痛苦的哀嚎：靠 S 级难度，从来没人在这个副本活下来过，这回凶多吉少了。一个学生妹哭个不停：呜呜，这是哪里呀？我刚刚还在学校图书馆上自习，怎么突然到了这儿？另一边的寸头男看上去有些惊艳，他向新人解释：我们都被拉入了恐怖游戏，如果在这里死亡，现实中也会死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意识到一个悲惨的事实，原来我还没死。好累呀，难道还得再跳楼一次吗？寸头男安抚大家：你们也不必过于害怕，游戏里的鬼怪杀人都需要满足一些限定条件，如果不满足，鬼怪是无法杀人的。听到鬼怪可以杀掉我，我心念一动。什么条件啊？我小声问。寸头男说：每个副本条件不一样，但既然这是 S 级副本，想必很容易触发被杀条件，大家都小心点。我叹了口气，想死还得触发条件，真不容易。活着的每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。就在这时，身边忽然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叫，学生妹惊恐地指着前方，那个男人只有半个脑袋。话音落下，半个脑袋的斧头鬼狞笑着俯冲而来，周遭一阵惊叫，其他玩家作鸟兽散，只有我岿然不动。斧头鬼冲到我面前，高高举起斧头，却迟迟没有落下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？他皱起眉头，困惑的模样。头一回见面，我很讲礼貌：斧头哥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一会儿你砍我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腰斩啊？哦，啥？我喜欢唱歌，不想破坏声带。要是像你一样砍掉半个脑袋，我怕我去了地府没法唱歌，所以冒昧请求，希望你能从腰部砍我。斧头鬼，我想这一定勾起了他伤心的回忆，关心道：砍掉半个脑袋很痛吧？现在还会痛吗？斧头鬼顿了顿，突然眼睛一红，委屈极了：痛，可痛了。他吸了吸鼻子，问我：腰斩也痛，你不怕吗？比起腰斩的痛苦，我更害怕活着。见他迟迟不动手，我诚恳发问：你不杀我，是因为我没有触发限定条件吗？你看这样行不？你把条件告诉我，我照做，方便你快速解决我。斧头鬼惊诧：你就这么想死？我真诚点头，想。又问：限制条件属于你们的机密吗？如果不方便告诉的话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斧头借给我一会儿？斧头鬼下意识往后一缩：你想干啥？我想割个腕，就是不知道这样杀人的 KPI 还能不能算你身上。斧头鬼看我的目光更加怪异：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么明显吗？我确实有点抑郁症，准确的说，不是一点。最近我的症状愈发严重，几乎难以控制自己走向自毁。我看着他手中的斧头，越看越觉心动，那是死亡对我的诱惑。不知不觉，我已忍不住举起手，把自己的大动脉对着斧头一割。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没有触发条件，我和我的工具都杀不了你。斧头鬼满脸无奈：你走吧，我杀不了你。你如果真的一心求死，可以试试大宅里的其他鬼。我心头一滞，果然我真没用，就算到了恐怖游戏，也是被鬼推来推去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亦不能。我拖着倦怠的双腿，慢吞吞走进那座中式大宅。从森林到宅院，一路都是血迹。原来方才那会儿已经有3个玩家被鬼杀了。触发条件原来是这么容易的事儿吗？为何我不行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正厅，剩下的4个玩家看见我，惊讶不已：你居然还活着？我还活着，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实。
就连正厅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，都无法勾起我的食欲。这时，寸头男开口了：“游戏里的饭菜有时候会被下毒，为了避免风险，我们每个人选一道菜吃一口，这样起码确定3道菜是能吃的。下毒，被毒死也是一种不错的死法呢。不用，都我来吧。”我坐下，拿起筷子，直接将桌上每一道菜都品尝一遍，看得其他人目瞪口呆。时间流逝，等我酒足饭饱，依然无事发生，其他人这才放心，坐下来狼吞虎咽往嘴里喂食。我放下碗筷，寸头男忽然凑上来：“你是怎么知道饭菜无毒的？”温热的男性气息喷在我的脖颈，我不由身体一颤。寸头男搭着我的肩，用力拍了拍：“我看你挺厉害，要不然我们组队吧，游戏里互帮互助，胜率更大。”他的手很重，几乎钳住我的肩膀。一瞬间，我无法呼吸，仿佛回到那一个个被羞辱践踏的夜晚。恶臭的男人，发烫的体温，无法逃脱的钳制，胸间滞闷的无法出声，像是有一把刀在我的喉间来来回回的割，翻江倒海一般恶心。终于我忍不住，将方才吃下的尽数吐在他身上。咦，好恶心！寸头男叫嚷着蹦起来，看我的眼神染上厌恶。我早就应该习惯这样的目光，却还是忍不住心中一痛。对不起，我轻声说。寸头男骂骂咧咧起身，正想去整理衣物，却突然发现动弹不得。不光是他，在座所有人皆是如此。头发，我们被头发缠住了。餐厅的画像上有一位长发女人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那长发女人的头发蔓延出画框，就像活着似的，沿着餐桌底部缠绕着我们的双腿。而那穿白裙的长发女人正一步一步爬出画框。鬼，是长发女鬼！其他人尖叫不已，可似乎叫得越厉害，长发女鬼的头发缠得越紧。难道触发被杀的条件是需要尖叫？于是我也叫，可我的声音有气无力，干巴巴的，实在没有气势。只叫了几声，长发鬼就忍不住转头瞪我：“你跟着别人瞎叫什么？你的恐惧度是0，没有感觉就别瞎叫。”我下意识道歉，是不是难听到你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轻轻摸了摸长发女鬼的头发。我就是特别羡慕你，发质真好，好有韧劲，真适合用来上吊呀。长发鬼气急反笑：“我用来杀人的头发，你不害怕也就算了，居然想用来上吊？”我弱弱提议：“或者你直接把我缠死也行。”怕他有顾虑，我急忙解释：“我刚刚已经吐过了，无论你缠得再紧，我都不会再吐的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弄脏你的头发。”长发女无语了，她坐起身拨开头发，上下打量我，似乎想看看跟她对话的究竟是个什么奇葩。我这才发现她有一张这样清秀的脸。你长得真好看，我忍不住说。长发女鬼一愣，白皙的脸蛋浮起红晕。真的吗？以前我丈夫总说我不好看，让我用头发把脸遮一遮。怎么会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鬼。长发女鬼喜上眉梢，这一桌饭菜也是我做的呢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我发自肺腑道。一回家就有温热美味的饭菜摆在桌上，我头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。我是个孤儿，父母出车祸早逝，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。遇见困境，我无人倾诉，也无力抵挡。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，妄想用逃避忘记烦恼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可我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。无人爱我，我也无人可爱。在我的生命中，几乎没有感觉到过温暖的存在。但在这个恐怖游戏里，回家后热腾腾的饭菜，竟让我感到了一丝归属。谢谢你的饭菜，我在人间没有弥补的遗憾，在这里补全了。我真诚地望着他。那现在，你可以把你的头发送给我，让我去上吊吗？长发女鬼顿了顿，却是摇头。不行的，你这样的人，我的头发杀不了你。这与斧头鬼的话如出一辙。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？曾经纷至沓来的辱骂和咒骂告诉我，我是一个肮脏的、龌龊的、不知羞耻的女人。或许真的是这样吧。像我这样肮脏的人，还是自我了断最好，不要脏了他们的手。我不再出声，沉默地离开了。既然无法依靠恐怖游戏的鬼怪去死，我决定自力更生。宅院里有很多房间，我们每人选了一间作为住处。我在洗澡的木桶里放满了温水，又从餐桌顺走一把叉子。叉子不比刀刃，但好歹能用。坐进木桶，我打算用叉子刺破手腕，但扎了好几下，叉子太钝，居然插不进去。正郁闷时，水里突然钻出个女人。这是个极美的女人，妩媚妖娆，风情万种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她徒手抓住自己的天灵盖，像剥橘子似的，将自己的皮囊完完整整地剥了下来，露出里面血淋淋的躯干。我看得瞠目结舌，我要有这技术，哪里还需要用叉子？直接上手就能成。我不由鼓掌，真心请求，你剥皮技术真好，看起来也不怎么痛，可以把我也剥了吗？人皮女动作一顿，你当真一点不怕？为什么他们每个鬼都要问我为何不怕？明明人类才是最危险的东西，我宁可怕人，不怕鬼。我正想开口，冰冷的机械音再度在耳边响起。现存玩家人数2人，居然只剩2人了。我到底是哪里没做对？
为什么还活着？我和人皮女面面相觑，她耸耸肩，无奈地重新裹上皮囊。别这么看我，我也杀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几乎就在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一阵狂风吹开门窗，席卷室内。人皮女惊慌道：“是大 boss 来了！”一团浓郁的黑雾裹挟着强大的势压而来，无数触手在空中飞舞，其中一只触手还拎着个人，正是那个寸头男。寸头男惊恐地睁大眼睛，下一瞬就被大 boss 出手捏爆，砰！就像气球炸开，血光溅了满屋。冰冷的机械音再度播报：现存玩家人数1人。为何最想死的人却活了下来？大 boss 看上去很不满，这回效率太低了呀！就这么几个人，现在还没杀完。我抬起头，看向恐怖游戏的大 boss， 俊朗的眉，高挺的鼻，冰蓝色的眼，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。除了他身上的无数只触手，真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。人皮女面露难色，这位我是真杀不了，其他鬼也试过了，都没法让他触犯条件。是吗？大 boss 俯视而下，那双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，似乎在揣测我的斤两。我抓紧机会开口：“你好，你是他们的 boss 吗？我真的好想死，能不能麻烦你把所有鬼召集起来，看有没有能杀掉我的呀？”大 boss 脸色一沉：“你在侮辱我？”不，我连忙解释：“相反，我非常仰慕你们，你们这里个个都是鬼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，我相信其中总有能够杀掉我的。”大 boss 满身的触角治了治：“你当真没有一点害怕？”害怕确实也是有的。我纠结地扯了扯手指，我看你们的宅子很气派，如果我死在这里，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房价呀？之前我跳楼的时候都是专门选的商务楼，对房价影响很小。如果你们介意这个房价问题，我可以死在森林里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大 boss 嘴角抽了抽：“你在恐怖游戏里跟我谈房价？宅子里每天死那么多人，多死你一个又算什么？”我松了口气：“那就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可以随意选择杀我的地点，我配合。”大 boss 深吸一口气，似乎终于忍无可忍，他猛地张开所有触手，瞬间一股强烈的气流冲击着我的脸，似乎要把我的五官吹平。但我非常安详。大 boss 出手，我终于可以死了。我甚至感觉到无数触手缠绕上我的身体，或许大 boss 准备像捏爆寸头男一样，一手捏爆我，这样最好。我肮脏的身体不配留在这世上。我闭上眼，做好告别的准备，可这气流却越来越弱，最终归于平静。我困惑地睁开眼，正对上大 boss 气急败坏的脸。缩在角落的人皮女小声嘟囔：“我跟你说过的，这女的可邪门，是真杀不了。”再往窗外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斧头鬼、长发鬼，还有一众其他鬼怪都来了。窗外黑压压飘了一群鬼，都在吃瓜看戏。大 boss 冰蓝色的眼睛一瞥，数只触手直接拆窗毁墙，让偷窥的鬼无处遁形。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过来！其他鬼怪吓得抖了抖，一个个蔫头耷脑的过来了。大 boss 如同领导训话：“现在怎么办？要是不能把玩家全部杀完，奖金可就都没了。”我脑瓜子嗡嗡的，像是误入了鬼怪的员工大会。那个，我需要回避一下吗？我弱弱举手。你回不回避都一样。大 boss 没好气地说：“都到这份上了，直接告诉你也无妨。在这个副本里，鬼怪杀掉玩家的限定条件，就是玩家的恐惧值达到30以上。结果你呢？你的恐惧值大多平稳地保持在0，偶尔波动到10，居然是你在担心自己死不了。就你这样的，你就活呗，谁能活过你啊？”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其他玩家见到鬼怪越是惊慌，越是死得快。那我试试看能不能让自己害怕一点。我瞪大眼睛，大口喘气，慌张后退，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。大 boss 扶额：“恐惧值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，你演戏也没用。那你看我还能从哪些方面努力呢？”就在这时，斧头鬼站出来：“我有一个想法。”大 boss 点点头，说：“斧头鬼指向我，他现在恐惧值不达标，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一心求死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不如先治愈他，让他舍不得死。而一个人一旦害怕死亡，恐惧值自然会上升。到时候咱们杀掉他，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”大 boss 沉思片刻，有点道理。其他鬼怪也纷纷点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有鬼怪提出疑惑：长成像咱们这样丑陋的、异形的、冰冷的，还有满身触手的，怎么可能有能力治愈人类呢？鬼群陷入沉默。一片安静之中，我轻轻出声：“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问题。”众鬼不由看向我。大 boss 也慢悠悠转过头，目待探究。我继续说：“长相与能否治愈他人并没有什么联系，更何况鬼有鬼的审美，人也有人的审美。或许在其他人眼里你们是可怕的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们比我接触的大部分人类要好得多。我害怕人类滚烫的体温，但每次触碰你们都是清爽冰凉的触觉，让我很安心。他人惧怕你们的冰冷，但于我而言恰好最安全。”话音落下，满屋的鬼久久没有发声。不少鬼脸上浮现出可疑的红晕，像是动容和兴奋。在看我时，他们眼中竟荡漾着柔软的光。
真奇怪，我居然在鬼怪眼中看见了柔软。大 boss 也是一愣，虽然他极力克制，但我看出来他不由自主地冲我摇了摇他的触手，就像是小狗摇他的尾巴。你这个女人挺有意思的。大 boss 微眯了眯双眼，我有点不想让你那么快死了。他朝身边一只红身蓝翅的鬼怪抬了抬下巴，惬意，让我看看他究竟为何一心求死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便觉一阵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我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梦里我又回到了高中。少英抓着我的头发，一下下将我的头往厕所墙上撞。你个贱货，叫你勾引贺哥哥，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女，居然敢抢我的人！我没有，我忍着痛苦申辩，但他压根不听。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的心上人贺勋在校园晚会上听了我唱歌，他当着少英的面夸我这个女生长得漂亮，唱歌也好听，要是当歌手肯定爆火。少英无法忍受贺勋眼中有别人，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卑贱之人。他从此记恨上我，带着他的姐妹团对我展开霸凌、辱骂、诽谤、聚众殴打、集体孤立，一切只不过是因为贺勋的一句夸奖。可我又有什么错呢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少英不是真的担心我抢走贺勋，他从始至终都觉得我不配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工具，而我无依无靠，刚好撞在了他的枪口上。我忍耐着，跪行着，终于熬到高考后远走高飞。我考上了心仪的音乐学院，又在大4那年收到了娱乐公司抛来的橄榄枝。对方说看中我的形象和歌声，想签我成为他们旗下的歌手。他们许诺会帮我出专辑，或许将来还有机会给我开演唱会。开演唱会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心动了，那时的我以为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，直到我签完合约，来到公司见经纪人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我看见了少英那如噩梦一般的脸，她明媚笑着，一副春风和煦的模样。方离，好久不见，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，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不过好在今后我们又可以常常在一起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爸是这家娱乐公司的董事长，而我是你未来的经纪人。我浑身颤抖，痛苦的回忆再次袭来。少英却向我道歉，说过去对不住我，今后一定全力弥补，帮我实现梦想。霸凌者真的会悔悟吗？之后，少英的确待我好了一阵，他不再对我动辄打骂，还在公司附近帮我租了个公寓，方便我录制唱片。我稍微放松了警惕，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时常莫名昏睡，醒来时下身疼痛异常，甚至伴随撕裂感。我猜到发生了什么，跑去质问少英，被我戳破，他也懒得再装，笑着拿出一沓照片。方离，你的身材果然不错，怪不得当初贺勋被你迷住，瞧瞧这些姿势，多勾人。你还是跟高中时一样，是个不知廉耻的贱货。我抑制不住浑身颤抖，我要解约，现在。少英娇笑着拿出合同，在那冗长的条款中点出关键，你白纸黑字签下的巨额违约金，赔得起吗？我沉默了。当初签合同时，我对这个机会感激涕零，压根没发现这些巨大的坑。少英得意地弯了弯眼角，赔不起就乖乖听我的话，否则这些照片流出去，你这辈子的音乐梦就彻底毁了。我在浴室里一遍一遍清洗自己的身体，怎么都洗不干净，怎么都污浊不堪，而那支撑着我的音乐梦想，最后也被现实打败。我录制发行了多首单曲，但这些曲子全都石沉大海，淹没在网络的烟云中。少英说，这都是因为我能力太差，若不是他念着昔日同学情谊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公司签约。这样的话听得多了，连我都开始怀疑自己，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的歌？我当真如此差劲吗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觉得人间了无生趣，或许唯有死亡才是这一切的解脱。我闭上眼，从30层高楼一跃而下，强烈的失重感让我惊醒，睁开眼，床边竟围了一圈鬼怪，个个红着眼眶，欲言又止地看我。我竟从那一双双鬼怪的眼中读出了心疼。方离，对不起，未经允许擅自读取了你的记忆。一个红身蓝翅的鬼怪向我道歉，他说他叫窃忆鬼，能够窃取人类内心深处的记忆，并且传输给其他鬼怪。看样子在场所有鬼怪都已经知晓我寻死的原因。我不由瑟缩了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很脏吧？怎么会？长发女鬼义愤填膺，肮脏的是那个少阴，还有那些恶心的男人。这话得到众鬼的拥护，他们转头向大 boss 进言 ，boss， 你得给他做主啊！可回头才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大 boss 居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。我低下头，那种无法抑制的自卑感再度袭上来。还不是因为你太脏了，别人多看你一眼都嫌恶心。一旦别人得知你做过的那些事儿，谁又愿意真正靠近你呢？这些反复输入在我脑海里的话再一次响起，可眼前鬼怪们关切的眼神又将那些话语一一屏退。或许你想要一个抱抱？许多鬼怪上前一一给我拥抱，还有一部分长相奇特的担心吓到我，怯怯地躲在后面。我也给他们拥抱，冰冷的体温
却是最温暖的所在。我真心笑着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让我在这死气沉沉的世间，头一次感受到不掺杂质的善意。”忽然，一阵狂风伴着巨大的黑雾凶猛而至，是大 boss 回来了。他伸展着无数黝黑的触角，冰蓝眼眸带着肃杀之意。黑雾散去，才发现他的触角上挂着一个个人，那是多个面熟的男人，还有一个让我恨之入骨的女人少阴。没让你等太久吧？大 boss 转头看我时，眼中杀意褪去，竟沾染了些许温柔。我被这温柔弄得手足无措，犹豫着问：“你刚刚是去抓他们了？”“费了点时间，但也不算麻烦。”大 boss 向我解释，被选中进入恐怖游戏 S 级副本的，通常都是罪大恶极之人，但你是个例外，因为你的进入名额是别人强行转给你的，这还能赚？进入 S 级副本，十有八九都会死。一些提前得知自己可能会进入游戏的人，会用一些阴损的招数转移名额，让别人替自己去死。我心中已然有了猜想，所以我的名额是少阴转给我的。没错。大 boss 脸色稍沉，不过他不知道，就算转移的名额，我这个大 boss 也随时可以将恶贯满盈之人拎入游戏。他转头看我，直望进我的眼睛。小梨子，我帮你处理掉这些人，你会开心一点吗？我抿了抿唇，没想太久，说出了最诚实的答案：会。大 boss 扬起眉，笑得意气风发。这样就好。这时，方才被吓破了胆的少阴和大佬们也回过神来。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佬们，如今被触手缠绕，依然不忘聒噪。你们是些什么东西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放我走，否则……那人话没说完，大 boss 轻哼一声，聒噪，随即触手一拧，大佬的躯干和脑浆便如烟花炸开。紧接着，一簇又一簇的烟花炸开，每一簇烟花都是一个曾经欺凌过我的男人。血色绽放在宅院之内，趁着诡异神秘的中式风格，颇有几分过年放鞭炮的节日之感。少阴吓得浑身哆嗦，大 boss 将他留在了最后。他惊慌地大喊：“错了，你们抓错人了，进入恐怖游戏的不该是我。”他激动地指着我：“方离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该抓的是你。反正你那么脏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替我去死。”我冷冷地看着他。此时此刻，少阴的恐惧值别说是30，估计连300都有了。老实交代，照片和合同在哪？大 boss 冷声问。少阴吞吞吐吐，都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。密码？少阴说出了一串数字。大 boss 看向一旁的剑皇鬼，剑皇鬼摇摇头，只说了一半真话。大 boss 脸色一凛，你敢对我撒谎？缠绕少阴的触手收紧，这是要点烟花的前奏。我说实话。少阴完全吓破了胆，密码是真的，但在我的手机里，还有办公室最底层的带锁抽屉里，还有2份备份。抽屉钥匙藏在仙人掌的花盆里，这就是所有了，真的。剑皇鬼这次点了点头，是实话。少阴颤抖着声音：“那可以放我吧？我是邵氏娱乐公司的大小姐，我不能死。要杀你们就杀方离，他贱命一条，死了也没人关心。”的确没人关心。大 boss 弯唇一笑，带着几分洞悉一切的邪气。他的触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那样温柔，那样疼惜。但他有我这样的鬼怪关心，还有我们。其余众鬼纷纷声援。现在就让你口中贱命一条的人来主宰你的生死吧。大 boss 用眼神示意我，等待我的回应。我抬头看着触手上苦苦挣扎的少阴，我就想问你一句。我缓缓开口，我录制的那些单曲全部石沉大海，究竟是我的歌真的不行，还是公司在背后使绊子？少阴的眼睛咕噜噜转，这当然。大 boss 的触手猛地一紧，想好了再说。少阴顿时冷汗涔涔，哭喊道：“那些单曲，公司全部给你限制了流通，没有花过1分钱的营销。我之前说已经砸了大钱营销，全都是骗你的。”听到这个答案，我浑身放松下来。原来不是我不行，原来我并没有那么糟糕。那现在你可以放过我了吗？少阴恬不知耻地问。我转过头，没有说话。大 boss 便懂了，触手一拧，最后一朵血色烟花绽开，格外的灿烂盛大，痛快淋漓。少阴和那些男人的离开，就像是一望无际的黑暗，被撕开了一条缝，光亮照了进来。那笼罩在我头顶久久不散的恐惧和痛苦，似乎都在那一朵朵血色烟花之间消解。将我拖进深渊里的恶魔终于不在了。谢谢，我由衷地对所有鬼怪们说。大 boss 挑眉，一句谢谢就完了？那你觉得怎样好？不如给我们唱首歌吧。我一愣，众鬼怪也凑上来，一首乃够。干脆我们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。演唱会，我心心念念了许多年的梦想，若不是因为这个梦想，我恐怕更早就支撑不住。我都没有登上过什么正儿八经的舞台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大 boss 笑起来，对我摇起了触手。小梨子，我们说你行，你就一定行。在恐怖游戏里开演唱会，我怕是头一个。
鬼怪们积极帮我宣传造势，通过抖音、音浪、微博等音联网平台将演唱会的消息铺开。他们在森林里帮我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，座位没有设置太多，因为大部分观众可以飘起来看。恐怖游戏里许久没有这样的娱乐活动了，许多其他副本的鬼怪闻讯纷纷赶来，森林的氛围像过节一样热闹。临开场前，我还有些不安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唱过歌，以前我甚至没什么活粉。大 boss 安慰我不要有压力，在场的鬼怪都是死了的，绝不会有一个活粉。我急忙解释，我说的活粉是指，我知道。他冰蓝色的眼睛温柔流转，如同海面上的粼粼波光。小梨子，虽然我们不是你活着的粉丝，但我们可以是你活跃的粉丝。我被他逗笑，神奇的安定下来。进入恐怖游戏的第7天，演唱会开始了。舞台周围成千上万只鬼怪站着、坐着、吊着、飘着、倒立着，把森林站得满满当当。当我出现，四周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尖叫声。这是头一次那么多人想要听我唱歌。曾经我以为不会再牵动的心，此刻因为激动疯狂跳动。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。临时组成的鬼怪乐队在旁边为我伴奏。黑暗中的光，这是我出的第一首单曲，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首。对于其他恐怖游戏的玩家，这些鬼怪或许就是黑暗本身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他们是将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光，劈开那密不透风、让人窒息的夜，照亮我的生命。你是黑暗裹挟里冲破迷障的天光，一点点蔓延，一簇簇明亮。我独自走过了苍苍茫茫，与你同行才感受到光。从此我不再怕黑夜漫长，天会亮的，没有太阳也会亮的。在我开口的那一刻，原本喧哗的森林瞬间安静下来。鬼怪们气氛感爆棚，随着音乐的旋律，在空气中挥舞着荧光棒。等等，哪里来的荧光棒？我细细看去，才发现鬼怪们手中挥舞的不是荧光棒，而是头颅。那头颅的眼眶里闪着2簇鬼火，如同荧光一般，聚少成多。整个森林化为了我和鬼怪们的萤火之森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应援。随着副歌的到来，气氛达到了最高潮。满森林的鬼怪举着脑袋乱飞，如飞舞的萤火虫般照亮了迷雾森林。恐怖游戏里的森林从未如此热闹，如此璀璨。一曲唱毕，台下的鬼怪们尖叫着叫我的名字，方离，方离，方离。这一刻的幸福和满足难以用言语形容。他们扯着鬼嗓大喊，我们都爱你。我鼻子一酸，压抑已久的心终于明亮。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被人爱着，原来我也配得上这样的幸福。我从未像此刻一般感受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。我扬起脸，看着这片属于我的萤火之森，光终究洒在了我身上，我也可以灿烂一场。我生命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完美落幕了，而这一天也是森林鬼宅副本的最后一天。小梨子，现在你还想死吗？大 boss 的触手戳了戳我的肩，有些紧张地问我。我认真想了想，坚定地回答，不了。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恐怖世界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生机。大 boss， 你们做到了，你们治愈了我。现在的我很想要继续活着。我猜这么怕死的我，恐惧值一定不低，可以轻易被你们杀死。大 boss 轻轻笑了一声，你真当我们治愈你是为了杀你呀？小梨子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，你呀要唱更多好听的歌，才算对得起我们。我的眼眶一阵灼热，心仿佛被如湿了。我唱歌，你们在恐怖游戏里能听到吗？当然。大 boss 温柔道，我们可以从阴联网翻墙到阳间的互联网，我们会一直关注着你。回去以后，你就赶紧毁掉合同和照片，做完这些，你就自由了。可我还是更想留在这里，我想和你们在一起。我抓住他的触角，轻轻摇晃，比起孑然一身的人间，我更想和家人待在一起。不要害怕。大 boss 轻轻拭去我眼角的泪，你回到人间不会孤独的，我们可以翻墙去给你打榜，给你助威。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天天在游戏里很无聊的，没事就会去翻墙支持你。你的歌声那么好，没有别人的暗算，你一定会收获很多粉丝，将来一定会有很多人爱你的。他顿了顿，笑着补充，当然还有很多鬼。我抱住他，他冰凉的触手紧紧裹住我，那么安全，那么温暖。还有无数鬼怪站在他身后，他们向我挥手告别。方离，要多出新歌呀，我们会翻墙看你的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你第一批死粉哦。我们会给家里人托梦的，让他们去买你的专辑，去给你打榜造势。你就放心大胆地往前走，其余交给我们。我流着泪和他们挥手告别，真舍不得离开呀。这暗无天光却又璀璨明亮的森林，鬼怪们温暖的眼神就是照亮这森林的光。逃避很容易，是他们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。我不会再害怕了。0点到来的那一刻，我眼前场景变换，不再是荧光烂漫的森林，而是寂静冷清的楼顶。但与7天前不同，如今的我已不再是孤身一人。我离开楼顶，
去楼下的邵氏娱乐集团办公室，毁掉了所有合同和照片。过去那些束缚我的所有都不再存在。未来的璀璨星路，我自会走。我也知道他们会一直陪着我。耳边吹来冰冷又温暖的风，似乎在说：别怕呀，在下一个萤火之森相遇吧。